就以前高中的时候啊，就是机缘之下接触到纸黏土，对，然后当时就是发现说，原来我对做立体的东西我会这么的着迷，然后一直到我大学到退伍的时候，发现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做自己兴趣相关的，所以就直接从事这个行业。基本上那个都是以涂装为主，对，就是客人委托的作品，我把配色全部留下来。然后呢，通常这边一个人做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会请朋友或是学生帮忙。那我会跟他说，这个部分几个配色，第一层怎么分，第二层怎么分，我会全部就是自己示范完一次，然后就是每个步骤就是这样子陆续把它慢慢的完成。那当然最后我会再自己亲自下去补个几笔，让作品每个看起来都一样，对，就是零误差这样子。其实我真的很少参加比赛。那第一个比赛是那时候在那个彰化工作室的时候，那时候刚退伍，那时候老板说我们要变正职，必须要参加一个国际的比赛。那当时也就傻傻就参加那个香港最大盗版商12046，就是得前3名。然后之后自己的作品变成到了，才知道说这是盗版商。对，那之前什么都不懂。对，那是我第一个得奖。那其实当下也是好险有得，就变正职了。其实我对翻模也很弱，我会的翻模就是以前学校教的那些比较基本的。对，那我自己的作品，因为那个角度过多，所以自己要翻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那这边都是找一些那个国内或是大陆的一些比较厉害的那种翻模厂去翻的。对，所以说。要自己翻其实很有难度，尤其是翻模的那个气味的毒性又比漆更重，所以我是没有自己翻。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会喜欢收一些模型嘛，那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那个东方的一些造型，对，那这也是市面上很少有的，所以就想说，那我就不如做自己想的人物角色。那这些人物角色多半都是以前学生时代还有当兵的时候，就是画在那个笔记本上面的一些灵感，然后自己就是有机会或有空闲，再把这些角色把它实体化。对，那我觉得有自己的角色，你才能有自己的风格，不然其实再怎么做都是别人的东西。做自己的作品，当然会更辛苦，因为你的东西是别人没看过的。那相对的接受度就是大起大落，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唯一能让人家记得你的方法，不然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像香港有港漫，但是台湾却没有自己的东西，对。所以台湾文化没人记得。那我做的东西，我的作品就是出货，我都会打一个 Made in Taiwan，至少我觉得这是让人家记住我来自台湾。故事灵感呢，就是多看电影跟动画。其实我一开始那时候打算从事这行的时候，那当时因为台中彰化两地跑，对，那时候我爸是很反对的，他觉得说你们要骑1个小时到彰化上班，再骑1个小时回来，你这样一周5天上班天，你就已经浪费10个小时了。他说最好的工作就是离家近，对。那当然那时候去彰化也是第一个想要学技术，第二个就是想去触碰一些自己没有待过的环境，对。然后之后半年之后，就是自己就离职。那时候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就想说，好吧，我就是反正之前工作有存一点钱嘛，那至少我就这段时间先什么都不要想，先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创作。那个时候是我做创作进度最快的时候，因为没事做嘛，每天都在雕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就会把照片 po 到那时候是无名小站，还没有 FB， 才开始发现说，外国人会发现你的作品，然后问你有没有在卖。那当时就想说，不如就以这个为业就好了。对，那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启蒙。那当然一开始没什么钱，你的知名度也不够，作品也不够所以当时的收入其实很少，有时候1个月可能0，那可能几千块，那了不起1-2万。那当时就是都会被亲戚酸你今天在冲啥你做这个哦，你刚才什么，就是说养得活自己吗？然后就是说好听一点就是担心你，但是说难听点就是
在比较，我说哦，我囝什么一中毕业哦，台大毕业哦，今天去做啥做啥。但是当然没办法，因为这是固然的环境，这没办法改变。那当时我爸还是很担心我，对，但是我爸很好笑，他都会偷偷的在我的冰箱放食物，然后会就是说问我有没有吃饭，然后有时候甚至就是打开门说叫进来，我就哈干嘛？哦，有回应就好，没有饿死就好，他就离开了。对，就是一个可能就是长辈的温柔吧，就是爸爸都是这种心态。自己创作的一个角色，那个九天恒的那个麒麟，对，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高中就很喜欢麒麟这个动物，它不是动物，它是不存在的动物嘛。那时候我高中的比赛，我也是那个花灯比赛，那时候我就很喜欢麒麟，我就是那时候参考那个风云，当时有一个港漫叫风云很有名，那时候觉得他的火麒麟好帅哦，就是爪子，然后看起来就很凶。不像那个一般的麒麟就是马蹄，然后就是看起来就呆呆的，但是我觉得哇，这个麒麟太帅，我就想要做这个麒麟。之后就是自己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再让我用自己的创作的方式把这个角色实体化出来，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时也就是找很多资料，那也找很多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当然，人家说学习从模仿开始嘛。这我不能去否认，我们都是从模仿开始。那当然，我那时候也喜欢一个日本的特色那个电影叫做那个牙狼，他当时有一个角色就是轰天嘛，他就是以麒麟的造型去做的。那时候也是参考他的一些盔甲的一些造型，然后包括说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像风云的那个麒麟造型，我就把他喜欢的留起来，不喜欢的拿掉。再把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创造出这一支，我觉得是自己最喜欢的创作。我现在最想挑战的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在我有生之年把它做得完整一点，然后让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让有人编故事的人把这个故事把它编得完整。对，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那这个创作呢？也需要一些各个领域就是厉害的高手来把它一起完成。当然我自己没办法完成，我就乖乖做模型就好了。那至于说做什么模型，就把自己想做的角色全部实体化吧。那未来想说就是等比较空闲的时候，好好的把这些照片拍好，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自己的作品集。对，这大概就是我一个梦想。在老师这边工作，你有什么感想？感想嘛，比学校学很多吧，因为毕竟是就是职场上的实际经验这样子。未来对原型的期望？原型的期望嘛，当然是想要做出自己的模型吧。